穿越斗罗成了武魂殿太上供奉，觉醒双生武魂，左手落日弓，弯弓满月可射杀诸神，右手人黄帆，黑烟一起便能镇压万魂。不仅让千道流见我都得喊前辈，还在神界打出无冕神王的名头。偏偏系统要我护着千仞雪成神，才能凝聚至高神位。此时天斗皇宫太子宫阙内，六翼天使圣光刚刚落下，千仞雪满脸惊喜地看向我，成了，天爷爷，雪儿突破了。她声音里压不住惊喜，像个终于拿到糖的小姑娘，完全没有半点天斗太子的冷淡样子。我缓缓睁眼，看着她身上还没稳定下来的魂力波动，心里也松了几分。69级离魂圣只差最后一步。我叫叶青天，穿越到斗罗大陆已经200多年，按辈分算，千道流见了我都得老老实实喊一声前辈。当年魂世界最乱的时候，我加入武魂殿，一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，最后坐上太上供奉的位置。如今武魂殿明面上的大供奉是千道流，可真要论资历、论实力、论能不能让整个供奉殿低头，还得看我愿不愿意开口。千道流是半神，因为他这辈子最多也就走到半神，我还是半神，只是因为系统卡着我的至高神位，不让我提前凝聚。真要动手，我一招就能让千道流躺下。至于神界，我也不是没去过，那些高高在上的神，真打起来也就那么回事。我没成神，却照样能是神，所以后来神界那群家伙私底下给我起了个名头，无冕神王，听起来挺威风，可我自己没太当回事。我的双生武魂，一个是落日弓，弯弓满月可射杀诸神；一个是人黄帆，翻起魂断可号令万魂。落日弓堂皇霸道，人黄帆就不太正经，平时总喜欢冒点黑烟，看着像正道神器，实际比邪魂师的东西还吓人。如今我待在天斗皇宫，不是闲得无聊，系统给了我最后一个成就任务，让我成为千仞雪的护道者，护他安然成神。等他成神之日，就是我凝聚至高神位之时。到了那一步，一念崩星河，滴血碎星辰，呼吸之间都能让日月换位。这也是我愿意陪着这丫头潜伏在天斗城的原因。我不是没想过直接把唐三那条线提前掐断，可千仞雪要成神，就不能永远躲在我的羽翼下面。她要学会看人心，学会借势，也要学会在真正的压迫面前分清谁是棋子，谁是棋手。所以我留在她身边，不只是护她不死，更是让她亲眼看清这片大陆所谓天才强者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千仞雪收起武魂，眼底全是亮光。天爷爷，都是你教的好，不然雪儿不可能这么快突破。她在外人面前是天斗太子雪清河，温润克制，城府极深，可在我面前，她还是那个从小被我看着长大的小丫头。我抬手点了点她的额头，不错，等你魂力彻底稳住，我带你去猎杀魂兽，冲击魂圣。千仞雪刚想点头，殿门忽然被敲响，咚咚咚，她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，金光一闪，六翼天使武魂被魂骨伪装成天鹅武魂，女子身形也在眨眼间变成了雪清河。她在开口时，声音已经温和沉稳。何事？门外侍从低头禀报，陛下有令，请太子今日巡查皇城，体察民情，收拢民心。千仞雪淡淡应下，等脚步声走远，她眉头才皱了起来。她当然想继续修炼，只有尽快达到封号斗罗，她才有资格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可她现在披着雪清河的皮，就必须做太子该做的事。她转过身，看向我的眼神立刻软了下来。天爷爷，今日雪儿不能继续修炼了，要去天斗城巡查。我点头，修行最忌急躁，你还没猎杀魂兽，暂时也突破不了魂圣，出去走走也好。千仞雪眼睛一亮，顺势坐到我身边，伸手挽住我的胳膊。那天爷爷陪雪儿一起去好不好？我垂眸看她这副样子，哪里还有半点太子威严？天爷爷，你自从陪雪儿来天斗城，就一直待在宫阙里，外面的街道你都没怎么逛过。她压低声音，尾音带着一点撒娇，就当雪儿求你了，陪雪儿出去看看嘛。我本想拒绝，活到我这个年纪，什么繁华没见过，什么热闹没经历过，天斗城再热闹，也不值得我特意走一趟。可千仞雪挽着我的手臂，脸颊轻轻蹭了蹭，眼里全是期待。我终究还是笑了，既然雪儿相求，那天爷爷便陪你走一趟。千仞雪立刻笑了，她说要给我置办几身新衣服，说我身上这一套穿了太久。我没拒绝，能让她在我面前露出这副小女儿姿态，也算我这些年没有白护着她。临出宫前，千仞雪换了一身不起眼的常服，她明面上还是雪清河，举手投足都得像太子，不能露出女儿家的破绽。我也没有换什么华贵衣袍，只穿着平日那件白衣。到了我这个层次，衣服只是遮身，身份也只是别人用来衡量我的工具。真要有人不长眼，披在朴素的衣服，也挡不住他自己找死。天斗城确实繁华，街道上车马不断，各地商贩挤在两侧吆喝，行人来来往往，热闹的几乎要把整条长街填满。我和千仞雪没有带护卫，她如今是雪清河，微服巡城本就不能太招摇。千仞雪走在我身边，压着声音笑：天爷爷，你看，偶尔出来逛一下，心情是不是也会好很多？我看她一眼，你这丫头是嫌我平日给你的修炼压力太大，想借着巡城出来透口气吧？千仞雪轻哼一声，嘴上说才不是，眼底却藏着被拆穿的心虚。我正想再逗她两句，视线忽然落到街对面，一行少年少女正从人群里走来。史莱克学院，唐三、小舞、戴沐白、奥斯卡、马红俊、朱竹清，还有宁荣荣，这些人我自然认得，只不过到了我这个境界，唐三这些所谓主角团在我眼里也不过是几只还没长大的蚂蚁。只要我在，千仞雪成神的路不会出意外，所以我只是扫了一眼便收回目光。偏偏有些人天生就喜欢自己往刀口上撞。宁荣荣挽着朱竹清的手，满脸都是无聊，她嚷着逛街没意思，想找点乐子。小舞和朱竹清没接她的话，她便眼珠一转，把目光落在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她眼底闪过狡黠，她故意松开朱竹清，借着人群从我和千仞雪身边擦过去。刚错开半步，她突然停下，猛地转身，声音尖锐的像一把刀：站住！你这个死色狼！光天化日，大庭广众，你竟敢摸本姑娘！这一声落下，整条街都安静了，周围行人纷纷停住。史莱克
七怪也齐齐转身。千仞雪的脸色瞬间冷了，我慢慢回头，对上宁荣荣那双装的委屈，实则兴奋的眼睛。他以为自己演得很好，可在我眼里，他眼底那点想找刺激的恶意，藏都藏不住。一个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被家里宠坏了，来到天斗城也以为全天下都该陪她玩。她仗着自己是女子，仗着自己长得漂亮，仗着七宝琉璃宗和宁风致的名头，随口就能给别人扣一个色狼的帽子。若今日站在这里的是普通人，只这一句话，名声就毁了。千仞雪一步上前，眼神已经带了杀意。天爷爷，这女人故意找事，她是七宝琉璃宗的宁荣荣，平日里就蛮横恶劣。我用魂力传音安抚她，小雪，安心看着，今日天爷爷教你一件事，遇到这种人该怎么处理。宁荣荣还在演，她眼眶泛红，捂着胸口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小五第一个信了，立刻瞪向我。朱竹清迟疑了一下，没有立刻开口。唐三和戴沐白几人很快站到宁荣荣身边，奥斯卡脸色更是难看的像自己的东西被人抢了一样。宁荣荣见他们都信了，哭得更委屈。她说自己清白没了，说我趁着人多占她便宜。她越说越顺，眼泪也来得恰到好处。奥斯卡已经急得眼眶发红，像是恨不得立刻冲上来拼命。戴沐白抱着手臂，眼神里全是高高在上的审判。马红俊跟着骂骂咧咧，小五则已经摆出要动手的架势。唐三没有第一时间出手，可那副皱眉沉思的样子，明显已经把宁荣荣的话当成了事实。这就是史莱克，不问真相，只问自己人。周围人群开始低声议论，一个女孩子总不会拿自己的清白污蔑人吧？这句话在人群里传开，宁荣荣的底气更足了。我看着她，忽然笑了，笑意不重，却让千仞雪知道我已经不打算让这件事轻轻过去。我走到宁荣荣面前，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脸上一一扫过。你说本座借着人群摸你？宁荣荣抬起下巴，哭得梨花带雨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低头看她，语气很淡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胸前没有2两肉，横看竖看一个样，哪来的自信污蔑本座看得上你这种货色？配吗？整条街死寂一片。下一瞬，不少人的目光下意识落到宁荣荣身上，有人憋笑，有人尴尬，有人又偷偷看向朱竹清。如果朱竹清是崇山峻岭，那宁荣荣顶多算一块平地。宁荣荣脸色青一阵紫一阵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她强行挺直身子，却只让周围人的表情变得更微妙。她尖声反驳：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我一个女孩子，难道会用自己的清白污蔑你吗？我眼神冷了几分，正常女子自然不会把清白当筹码，可有一类人会，自己都不要贞洁，还要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，又当又立。本座今日不与你这小辈计较，马上滚开！说完，我转身便走。我懒得和宁荣荣纠缠，不是因为她无辜，而是因为她太弱，弱到连晋人黄帆的资格都没有。可宁荣荣已经被我的话彻底激怒，她尖叫一声，竟然直接朝我冲了过来。今天你们2个混蛋不许走，这件事不说清楚，本姑娘绝不让你们畏罪潜逃。千仞雪感受到我眉头微动，立刻低声提醒：天爷爷，这里是天斗城。她怕我真动怒，她听千道流说过我年轻时是什么样，人黄帆一出，尸山血海。我递给她一个放心的眼神，没有动魂力，只在宁荣荣扑上来的瞬间，反手一巴掌抽了出去，啪！耳光声清脆的让整条街都震了一下。宁荣荣来得快，飞得更快，她被抽出几米远，重重摔进街边水洼里，泥水溅满裙摆，白皙的脸瞬间红肿起来。她捂着脸，眼泪这次是真的流了出来。你竟然敢打我，我爸爸都没这么打过我。奥斯卡急忙冲过去扶她，小五和朱竹清也围了上去。唐三想要上前拦我，他脚尖刚往前挪，蓝银草的魂力才在掌心里冒出一点苗头，我只放出一丝气机，便压得他脚步一顿，脸色发白。那一瞬间，他像是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住，喉咙发紧，后背冷汗直接浸透衣衫。戴沐白还没反应过来，奥斯卡也还扶着宁荣荣，只有唐三自己知道，刚才那股压力只要再重一点，他连站着的资格都没有。他眼底的怒意被强行压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惊疑和忌惮。小五还想冲，朱竹清却先一步拉住他。这个黑衣少女比旁人清醒得多，至少知道眼前局势不对，可她也只是迟疑，没有站出来拆穿宁荣荣，因为在史莱克这个小团体里，沉默就是最安全的选择。我没有回头，只留下一句：挨打要立正，犯错要认。他日再想玩弄这些小手段，先擦亮你那双被猪油蒙住的眼睛。千仞雪跟上来，小声问我：天爷爷，刚才你是不是想直接杀了他？我抬手敲了敲他的额头，少听你爷爷胡说，他把我的名头都传坏了。千仞雪缩了缩脖子，眼底却有笑。他知道我嘴上说的轻松，心里却未必真那么平静。史莱克七怪没有立刻追上来，唐三感受过我的气急，已经知道事情不简单。他们带着宁荣荣回了学院，我和千仞雪则留在天斗城驿馆。本来这件事到这里也可以暂时停下，可我太了解史莱克这群人，他们的校训就是不敢惹事是庸才。宁荣荣吃了亏，小五那个10万年柔骨兔又最喜欢替人出头，他们绝不会老实。夜色深了，千仞雪把白天那几人的资料放到茶几上。天爷爷，资料整理好了，污蔑你的是七宝琉璃宗小公主宁荣荣，黑衣服的是星罗珠家朱竹清，金发的是星罗皇室戴沐白。奥斯卡和马红俊身份普通，唐三和小五暂时查不到底细。我看着他眼底的疲惫，心里有些无奈。小雪，这些事不用你费心，他们伤不到我。千仞雪坐在我旁边，挽着我的手臂，语气里带着不满。可宁荣荣污蔑到了天爷爷头上，雪儿怎么能不在意？我笑了笑，他们那样的货色，我一巴掌能拍死一片，不服者全部镇杀即可。千仞雪沉默了，她大概又在心里想，我明明刚说自己不是杀，转头就开始说镇杀。我没解释，神念早已经覆盖整座天斗城。史莱克学院里，小五和宁荣荣的低声密谋，朱竹清的迟疑，我全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们想用当初对付不乐的办法来对付我。小五负责引诱靠近，再用瞬移和魅惑偷袭，最后来一套8段摔，把我摔到筋骨尽断。我端起茶杯，忽然想起一道家乡菜。小五的身份在别人眼里是秘密，在我这里，从他白天出现在街上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只是一只披着人皮的柔骨头。他若老实待着，我未必会立刻动他，可他偏偏要为了宁荣荣送上门。既然如此，
千仞雪的第7魂环也该有着落了。小雪，明日帮我准备些孜然、辣椒面、葱姜蒜。千仞雪愣住，天爷爷，你要亲自下厨？我点头，有些手痒，给你做一道家乡菜。他眼神古怪，完全想不明白我们明明在说史莱克，怎么突然跳到了下厨？我没有多说，因为不速之客已经到了。驿馆外，夜色深沉，小五、宁荣荣、朱竹清3人藏在街角。小五一蹦一跳走出来，脸上挂着天真笑容。啊，前辈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他声音甜得发腻。白天的事我们回去弄清楚了，是荣荣误会了前辈，我替他给您道歉。他一步步靠近，背在身后的手却已经绷紧。我平静看着他，不用在本座面前装模作样，你来赔罪是假，报复才是真。小五脸色一僵，立刻抢笑，前辈误会了。他话还没落，魂环已经亮起，第3魂技瞬移，他身影从原地消失，下一刻出现在我背后。小五眼底泛起粉色光芒，显然想用魅惑控制我。前辈，你看我漂不漂亮？他只说了一半，我的手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。魅惑在我眼中连风都算不上。小五瞳孔猛缩，身体瞬间僵住。小年纪不学好，想装勾栏女子诱人上钩，既然学这种手段，就别怪没人善待你。他想挣扎，我只是看了一眼他的双手，咔咔咔，骨头扭曲的声音在夜色里炸开。小五的双臂像麻花一样拧了起来，惨叫瞬间撕开整条街。宁荣荣和朱竹清吓得冲出来，宁荣荣脸色发白，却还强撑着大喊：放开小五，本姑娘是7宝琉璃宗的人，我父亲是宁风致，剑斗罗和古斗罗都是我的爷爷，你敢动小五，就是和7宝琉璃宗为敌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有些想笑，这个小魔女还真有满分作文的潜力。题目就叫我的宗主父亲。千仞雪从驿馆里走出来，脸色比夜色还冷。天爷爷，要不要我通知家里？我摇头。小雪，你要记住，一个人遇到麻烦时，本能找家里帮忙，是因为他觉得家是背景。可如果有一天这个家没了呢？真正靠得住的，从来不是背景，而是自己。你认为一个宁荣荣，一个7宝琉璃宗，能让我皱一下眉？别忘了，你天爷爷我自己就是最大的背景。千仞雪怔住，随后认真低头。雪儿受教了。宁荣荣还想继续威胁，我一眼扫过去，魂压落下，他双膝一软，重重跪在青石板上，膝盖瞬间见血。我拎着小五转身回驿馆，只留给宁荣荣最后一句：3天之内让宁风致带着剑斗罗、古斗罗来见本座，他们不到7宝琉璃宗，本座一并推平。回到房里，我把小五随手扔在地上，他双手双脚都已经废掉，别说逃，就连动一下都疼得发抖。千仞雪看着他，眉头微皱。天爷爷，他有什么特殊？我倒了杯茶，语气平静。你不是快突破魂圣了吗？这里正好有一道10万年魂环。千仞雪猛地抬眼，小五更是脸色惨白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，可在我面前，10万年柔骨兔的气息从一开始就无所遁形。我看向小五，等这件事解决，你吸收他的10万年魂环，至于本体，正好做一道麻辣兔头。小五吓得浑身发抖，眼神第一次露出真正的恐惧。驿馆外，宁荣荣被朱竹清背回了史莱克学院。这一夜，史莱克学院灯火通明，院长办公室的门被重重推开。宁荣荣被朱竹清扶进来时，膝盖上的血还没干。他刚说出小五被抓，唐三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站在原地。他先是不信，随后听见小五双手双脚都被拧断，眼底的血丝一根根爬起来。往日里最擅长冷静分析的唐三，这一刻彻底乱了。小五是他的逆鳞，只要牵扯到小五，什么团队、什么大局、什么老师叮嘱，全都可以往后放。唐三知道小五被抓，双眼红得像野兽，他把怒火撒到宁荣荣身上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听劝，为什么擅自行动。宁荣荣缩着脖子道歉。奥斯卡想帮他说话，却被唐三一句话堵了回去。玉小刚坐在办公室里沉吟半天，终于拿出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身份。他说自己是武魂殿荣誉长老，天亮后可以去要人。弗兰德也连夜赶往7宝琉璃宗，把事情告诉宁风致。暗处，唐昊也回到了天斗城。他听见小五被抓，心里同样不安，却没有立刻现身。这些动静全都在我的神念里。我坐在驿馆里喝酒，只觉得事情越来越有意思。第2日，7宝琉璃宗，宁风致听完弗兰德的话，立刻带着剑斗罗和古斗罗赶往史莱克学院。宁荣荣一见到宁风致就哭得更委屈，他还是坚持说自己被轻薄，说小五是为了替他报仇才被抓。宁风致没有立刻信，他太清楚自己女儿的性格，只是7宝琉璃宗的脸面摆在那里，他必须亲自走一趟。于是宁风致、剑斗罗、古斗罗、史莱克众人一起朝我所在的驿馆而来。白日的驿馆外，行人众多，古斗罗率先释放封号斗罗气息，9道魂环垂落，逼得周围人群纷纷散开。宁风致站在驿馆前，声音沉稳：宁某到来，还请前辈出来一见。脚步声响起，我从驿馆里走出，古斗罗的封号斗罗气场压在四周，却连我3尺之内都进不来。宁风致眼神微变，古斗罗也立刻收回气势，他们都看出来了，我不是普通封号斗罗。宁风致刚要开口，另一道脚步声从我身后响起，千仞雪仍披着雪清河的身份，温和地走到我身侧，对着宁风致行了一礼：清河，见过老师。宁风致整个人僵住，史莱克众人也齐齐愣在原地。宁荣荣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干净，他终于意识到，昨天站在我身边的那个普通青年，根本不是什么寻常路人，那是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。千仞雪抬起眼，声音依旧温润，却字字带风：老师，昨日荣荣说被人轻薄，当时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清河与天爷爷。清河是什么人，老师应该清楚；天爷爷是什么人，老师也该自己判断。宁风致沉默了，他看着千仞雪，又看着我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。一个天斗太子，没有必要帮一个色狼遮掩，一个能无视古斗罗气场的强者，更不可能在大街上做内重下做事。所有答案在这一刻已经明明白白。宁荣荣慌了，她张嘴想辩解，却被宁风致一声呵斥堵了回去。闭嘴！宁荣荣浑身一颤，宁风致手杖重重落地，声音彻底冷了下来：跪下！宁荣荣瞪大眼睛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会当众让她跪下。爸爸，你是来帮我的？宁风致眼底压着怒火：我让你跪下？宁荣荣咬着牙，膝盖一点点弯下去，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。7宝琉璃宗的小公主，昨天还仗着身份嚣张跋扈，今日却被自己的父亲逼着跪在我面前。
他脸上全是屈辱，嘴里挤出一句轻的几乎听不见的话：“前辈，我错了。”我看着他，没有半点动容，他跪得很不甘心，肩膀绷得笔直，牙齿咬着下唇，眼泪往下掉，却不是悔恨，而是羞辱后的怨毒。他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污蔑人有错，他只觉得自己踢到了铁板，只觉得父亲没有护他，只觉得众目睽睽下丢了脸。这种人若是轻轻放过，下一次遇到普通魂师，依旧会用同样的手段毁人一生。他眼底还有恨，嘴上认错，心里不服。这种道歉算不得道歉。宁风致向我拱手，姿态放得很低：“前辈，小女已经认错，还请前辈高抬贵手。”我抬眼看向宁荣荣，宁宗主想平息此事，就让你女儿真正诚心认错。她现在没有半点悔改之心，所以这件事还不算完。宁风致脸色僵住，剑斗罗和古斗罗也皱起眉。宁荣荣终于忍不住尖声反驳：“我已经跪了，也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”我淡淡开口：“从这里到天斗城门1000步有余，让他3步一跪，跪着离开天斗城，此事便算落幕。”这句话落下，整条街彻底安静。宁荣荣脸色惨白，疯了一样想站起来：“不可能，我绝不可能跪着出城。”我只看了他一眼，他的双腿便像被钉死在地上，怎么挣扎都站不起来。剑斗罗终于往前一步，他看着宁荣荣，眼里全是心疼，又看向我，声音沉重：“荣荣始终还是个孩子，朋友何必如此相逼？”我反问他：“若昨日我只是普通人，是不是只能任由他污蔑？只因他是孩子，就可以毁人清白，坏人名声，再仗着七宝琉璃宗全身而退？陈星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”剑斗罗无言，古斗罗也沉默了。道理他们都明白，可宁荣荣是他们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，要他们眼睁睁看着她3步1跪出城，他们终究做不到。剑斗罗沉默片刻，七杀剑气缓缓升起。既然朋友不肯让步，那老夫便请教一番。若老夫能胜，今日之事就此翻篇。我看着他，封号斗罗，见到陈星，倒还算有点资格让我多看一眼。我点头。城外一战，你若赢，本座答应你的诉求；你若败，就由你亲自督促他跪着回史莱克。剑斗罗深吸一口气，身形踏上七杀剑，朝天斗城外飞去。他的声音从远处传回：“好，就依你这条件。”我一步踏出，身形凌空而起。千仞雪站在原地，眼底没有担心，只有压不住的期待。他知道剑斗罗很强，可他更知道，在我面前，所谓剑道陈星，也不过只是能让我稍微抬眼的对手。天斗城外，空旷荒地，剑斗罗立于七杀剑上，白发随风而动。他看着我，语气郑重：“老夫陈星，武魂七杀剑，封号为剑。不知朋友武魂与封号是什么？”我踏在虚空中，双手附在身后。你若能逼我动用武魂，自然能猜到我的封号；若不能，知道了也没有意义。剑斗罗眼神一凝，下一刻，第7魂环和第9魂环同时亮起，武魂真身，神魔两斩。巨大的七杀剑影撑开天地，恐怖剑意压得所有观战之人连连后退。剑斗罗一上来就用了最强手段，他没有试探，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不是他可以试探的人。巨剑从天而落，剑气封锁四方。宁荣荣在远处大喊：“剑爷爷一定要赢！”唐三死死盯着我，紫极魔瞳都用上了，似乎想看透我的破绽。我没有避，只抬起一根手指，指尖点出的刹那，天穹像是暗了下来，一颗巨大的星辰虚影在众人眼前浮现，星辰沉浮，随后寸寸皲裂。我一指落下，星辰崩碎，剑斗罗的神魔两斩也在同一瞬间裂开，咔嚓声不断响起。那柄足以让寻常封号斗罗胆寒的巨大剑影，还没碰到我，就彻底崩毁。剑斗罗吐血倒飞，七杀剑插入地面，剑身嗡鸣不止。他脚下连推数十步，每一步都在地面踩出一道裂痕，胸口翻涌的魂力压都压不住，握剑的手也在细微发颤。刚才那一指没有魂环，没有武魂，甚至没有任何花哨招式，可他清楚，如果那一指不是点碎神魔两斩，而是落在自己身上，七杀剑护不住他，剑道也护不住他。他踉跄站稳，脸上第一次露出真正的骇然。我重新负手，声音平静：“你败了。”剑斗罗沉默许久，最终低头：“是我败了。”宁荣荣脸上的希望彻底碎了，他看着剑斗罗一步步朝自己走来，眼神从期待变成恐惧。我没有再看他，愿赌服输，该履行承诺了。剑斗罗握紧拳头，脸色比谁都难看。他疼宁荣荣，可他更清楚，如果今日不让宁荣荣跪，这件事就不是丢脸那么简单，七宝琉璃宗会被他拖进深渊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事情终于要落下时，唐三忽然从人群里走了出来，他没有看宁荣荣，眼里只有被我扣在驿馆里的小五。他站到我面前，声音压着怒火：“荣荣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小五也该放了吧？说到底，他是无辜的。”我看着唐三，忽然笑了：“无辜？他夜里主动埋伏本座，用瞬移偷袭，用魅惑引诱，还想用8段摔断本座筋，这在你唐三嘴里叫无辜？”唐三脸色僵住，我一步步走近，声音一点点冷下去：“今日他没成功，是因为他弱，不是因为他无辜。若他成功了，你是不是还要说他只是个孩子，他只是想替朋友出口气？”唐三说不出话，玉小刚却在这时站了出来，他背着手，像终于找到了自己出场的机会：“前辈，小五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学生，昨日确实有错，但我们史莱克学院愿意担着。”我看向他：“你玉小刚有什么资格担着？”玉小刚脸色骤变，他强撑着没有退，继续搬出史莱克学院，搬出自己老师身份。我懒得听他废话，既然你想担，那就和宁荣荣一样，从原处跪回史莱克，你完成小五的事翻篇。玉小刚瞬间沉默，让他跪着回去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他咬了咬牙，终于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牌：“前辈，若我本人的面子不够，那我武魂殿荣誉长老的身份，可否请前辈给一个面子？”千仞雪没忍住，直接笑出了声，所有人都看向他，他强行收住笑，一本正经解释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只是突然想起家里的魂兽生孩子了。”玉小刚的脸黑成锅底，我也笑了。武魂殿荣誉长老，一个靠比比东旧情拿来的空头身份，竟然拿到我这个武魂殿太上供奉面前来要面子。我看着玉小刚，语气彻底冷了：“给你玉小刚一个面子，凭你30级都不到的实力，还是凭你这些年招摇撞骗的大师名头？”玉小刚还不死心，又搬出蓝电霸王龙家族，搬出玉元镇，最后甚至搬出唐三。
三的父亲昊天斗罗唐昊。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有底气。武魂殿、蓝电霸王龙家族、昊天斗罗，3张虎皮一层层披在身上，好像只要名字够响，就能把我压得低头。可他没有看见宁风致越来越难看的脸，也没有看见剑斗罗眼底的无语，就连千仞雪都快憋不住笑。因为在真正的实力面前，这些所谓身份不是筹码，只是催命符。他说如果小五带不回去，唐三会冲动，唐昊也不会袖手旁观。我脸上的笑意终于淡了，四周空气骤然压下。玉小刚双膝一弯，砰的一声跪在地上，膝盖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唐三想冲过来，却被魂压挡在外面。我俯视玉小刚，杀意第一次真正浮现。先是宁荣荣污蔑本座是色狼，现在又有你玉小刚拿唐昊来威胁本座，看来本座给你们的好脸色确实太多了。玉小刚脸色惨白，张嘴想解释，唐三的呼吸也乱了。刚才还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，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玉小刚跪在地上。史莱克众人全都噤声，连宁荣荣都忘了哭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白发青年不是可以靠身份和背景压住的人。我没有给他机会，既然你威胁到本座头上，那本座就用你玉小刚的命来给世人正名。